今天呢，我们来谈谈笑啊，这人为什么会笑啊？怎么样说笑话？这个笑啊，是我们对意外和惊奇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有笑都离不开这个惊奇、意外的成分。举个例子来讲啊，有个公司里面啊，老板的训话啊，骂着员工，现场气氛非常的这个紧张啊。突然有个人忍不住啊，放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屁，这时候这个我想大家都会笑。那如果不笑的话，可能也很忍住，才不会笑，是吧？这就是一个意外啊。那么其实我们啊，在从事所有游戏啊，比方说打电玩、看那个篮球、看网球，其实我们为什么去？我们都期望看到一些意外的东西啊。如果说，比方说看网球，两个人你打我发球过去，你发球过来，两个打20分钟，毫无变化，这个大家都跑了，不看了，是不是？那意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有人很惊险的救球啊，或者是那个很漂亮的吊球或者吊小球啊，那么很意外，然后这个大家看了兴高采烈，或者说呢，你看这个篮球啊，如果越难进的球进了啊，大家就是特别兴奋，是吧？啊，所以那个以前呢，很少人投三分球，获胜率很低。现在你打职业篮球啊，你非投三分球不可，因为三分球好看，因为他这个进去的获胜率低啊。你像这个 Stephen Curry 啊，旧金山勇士队的，他为什么能够窜红？他是专门这个练这个三分球，是吧？现在打职业篮球，你不投三分球你不行，不及格，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任何游戏啊，都要有惊奇的成分啊，就要有不确定的成分，那我们才去玩，是吧？笑一样，笑就是一种对惊奇啊、意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讲笑话就是要制造意外啊，那意外啊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呈现啊。第一种就是故事情节的意外的转折啊，比方说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呢抱着条鱼到海里面去放生啊，就把鱼丢到海里面去了，那鱼立刻又跳回来，他丢下去他又跳回来，后来这个放生的就跟讲说，这鱼啊，哎，我放生你就不要舍不得我啊，你就大海你就尽量去遨游啊，不要回来了。那个鱼就跟这个放生的人讲说，哎，老兄，我不是舍不得你，你把我扔在海水里面，我是淡水鱼啊，这个就是一个情节的转折，是吧？好笑，那么另外一个例子，说马云啊跑去游山玩水，看到一个庙，跑进去，庙里面这个和尚呢看到马云来了啊，就立刻拿2个杯子倒水啊，那可是这个水很奇怪，倒不满，因为杯子漏的，水一倒有些从底下漏掉了。那马云看了半天说：“哎，大师啊，请问您要告诉我什么事啊？”那个庙里面和尚跟马云讲啊，说我要告诉你，这2个烂杯子是你淘宝卖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情节的转折啊。这很多讲笑话都会利用这个技巧。那么制造惊奇啊，第二种方法就是夸张啊。比方说那个嘲笑像我们这种老头子啊，说有4个老头子啊跑到那个街上麻将馆去打麻将，有个老头子呢打一半上厕所，上了厕所之后他忘了自己在打牌，就回家去了。那其他3个人呢，这个3缺1啊，等了半天说，就把他叫回来，怎么回事啊？后来就他们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叫谁回来？刚才谁在这里打牌？3个都忘了，讽刺老人的这个老人痴呆这种制造意外的方法夸张。那么另外一种啊，就是推翻这个刻板印象比方有个笑话，说2个人在公车站等公车，那一个人呢好像心事重重，那另外就问他说：“哎，老兄，你怎么看心事重重啊？你有什么心事啊？”
那这个人讲说啊，说我爸爸以前啊，留给一块地，他临走的时候他说啊，这块地留给你，可是你不准卖，谁买你的地啊，我诅咒他绝子绝孙。那时候他这个满脸愁容的就讲，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卖，可是又怕害了人家，绝子绝孙啊。就旁边那个人就跟他讲说，哎，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你找和尚来买就好了，和尚本来就打定主意绝子绝孙的。哎，这一听说这好主意，说哎你是干什么？你怎么这么聪明啊？那这个人就说，你看对面那个建筑看到没有？那个人说，哎，这是疯人院。对，我就住那里。他说，哎，你是疯子啊？那怎么脑筋这么灵活呢？啊，那疯子说，对，我有一点疯，可是我不笨。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制造意外的方法就是双关语啊，或者叫谐音啊，这个是普遍应用的啊。比方说，有个例子啊，说这个两个不认识的人呢，在公园里面啊，同样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休息啊。那么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搭讪说：“哎，老兄啊，你是干什么的？”那个人说：“啊，我是做兽医的。”那这个人说：“哦，兽医啊，哦，我家里面有个狗啊，最近不太舒服，哪天啊，是不是带它去看看你？”这个人说：“对不起啊，我只给人服务，我不给狗服务。”那这人说：“奇怪，你做兽医的怎么不给狗服务呢？”他说：“啊，我是做死人穿的兽医，所以不给狗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关语的笑话啊，兽医是吧？那么这种双关语的笑话，普遍在许多的笑话里面都可以看到啊，是一个基本的搞笑的元素啊。大家知道这个宣明志啊，是我多年的 partner 是吧？啊，那么他小时候啊住在台南家里啊，他名字叫宣明志嘛，就第一天跑到小学去，那个老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明志。老师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的明志。啊，老师后来说：“算了，换个话题，说你住哪里啊？”他说：“住家里。”所以老师觉得他有点痴呆。啊，这也是双关语的一个笑话啊。我们人呢会笑，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从压力底下突然得到意外的释放。那么这个我们生活压力啊，很多，对吧？工作上各方面，像社交上的虚伪啊，这是一个压力的来源啊。所以碰到这种虚伪啊，你把它用实话戳穿的时候啊，往往会造成不错的效果啊。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堆人吃饭聚会，有个人呢迟到了30分钟，他跑来了，他说啊，对不起，今天要迟到了啊。不过我迟到原因啊，是老实说啊，是我根本不想来。那么这个是讲实话，可是很多人会笑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虚伪当中过活嘛所以有人把这个揭穿了才会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啊，这个集权社会啊，那很多的虚伪其中各种压力，所以呢。在这当中就产生很多这个可笑的地方，比方说人民日报啊，大家说人民日报唯一真实的东西啊，就是它的那个标的日期，哪年哪月哪日啊，除此之外他们都是谎言。所以那么你知道人民日报这4个大字啊，这是毛泽东提的啊。那么就有一个前清的秀才啊，他讲说，你看这人民日报啊。人这么大的大人，民这么小的小民，日这么小的日子短啊，报这么大，表示将来报应大。哎呀，这下子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惨了，这个秀才后来怎么样了呢？被枪毙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集权社会啊，容不得这种任何的这个讽刺的幽默啊。另外有个例子，就是北京中央电视台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者、摄影师，也是制作人，也是
第一个跑到北极的这个记者啊，他叫毕福剑啊，毕福剑很红的啊。可是有一次呢，他在2015年呢4月的时候，有一次啊跟大家吃饭，他就拿这个以前文革的时候一个样板戏啊，叫做智取虎威山啊。那么他拿这个样板戏啊加以嘲讽啊，大家哈哈大笑，结果毕福剑呢可就消失了啊。所以这一段呢播放给大家看看。来到深山，来深山干啥呀？要消灭反动派，能打过人家？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哦，够辛苦的啊！共产党毛主席。哎，可别提那个老兵，可比我们还苦了。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亮眼。这啥打扮儿？红旗直出云散，解放区人民都到地主把身翻，还地主招你惹你了？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道这里为的是啪啦才扫平为虎山吹牛逼哦。那么相对于这个集权国家，这个不准讲笑话，民主国家专门对这个以嘲讽政府为很多这个笑料的来源，是吧？我们知道像美国这个很多这个有名的脱口秀啊，比方说他一个晚上他可能讲10个笑话左右，可是呢他底下那种创作团队啊，通常都是10几个到几十个，要隔夜针对当时的许多政治议题啊，或者名人的这个诗言啊等等，编写出100个以上的笑话。然后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这个笑话脱口秀主持人呢，才讲出来大概就是不到12个笑话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变成一个很专业的啊，然后这个非常这个叫座的这个一种节目啊，就是嘲讽政府、嘲讽政治人物啊，连政治人物自己也会对这些事情进行嘲讽，是吧？比方说这个奥巴马有一次啊，他在讲这个政府啊很复杂，效率这个不行。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啊，我们晓得啊，这个鲑鱼啊在淡水里面是内政部管的，鲑鱼跑到海水里面变成或商务部管的啊。那么鲑鱼如果变成烟熏的鲑鱼啊，我就不知道哪些机构管了。那这是讽刺这个政府啊太复杂了。结果这个在美国啊讲这种笑话绝无问题，没有人会压制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也就是看这个民主跟集权社会啊最大的一个不同。民主社会你要做一个政治领袖，你要常常讲笑话；你集权社会你要想一路爬上来，你千万不能讲笑话。这2个很大的分别。毕福剑事件呢，当然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其实很有趣的东西变成一个让一个人消失不见了。那么继毕福剑事件之后啊，今年5月又有一个这叫李浩石事件啊。李浩石事件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这个大陆这几年来出现了一个叫做效果文化啊，这是一个公司啊，这创办人是李诞先生。他这个效果文化呢，就是聚集了很多讲笑话的好手啊，来举办比赛，像跟那个中国好声音一样，引起很多的这个兴趣啊，也有很大的观众群啊。这个笑果文化啊，因为这个收视率很高啊，广告价值也很大，所以估计啊，
大概今年初算起来呢，它这个市场价值啊，大概值40亿人民币啊。那么如果这个效果文化这样上市的话，会变成一个就很巨大的事业。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今年5月啊，效果文化底下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叫李浩石，他就讲了一个笑话。我去上海以后就收养了2条流浪狗，严格来讲都不是流浪狗，我们是从家附近的一座山上捡回来的2条野狗。我们不算救助他们，因为他们在山上那个食物链的地位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救助。我看到他们第一时间，我感觉我不是在看他们，我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就2条狗追一个松鼠，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我看到这2条狗的内心只闪烁出了8个大字，就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他一说好像说有2只狗很会追什么其他东西，说他这个作风优良，使命必达大家哈哈大笑。为什么笑呢？因为这个作风优良，使命必达，这是习近平每天交代解放军要做到的事情。这李浩石拿这个2个字呢做一个笑点大家哈哈大笑，好不得了。到时候这个侮辱解放军，好，这个罪名这么大一盖下来，哇，这个效果文化现在被迫停止这个活动，被巨额罚款。这李浩石听说也被关起来了这就是让人家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专制的这个体系为什么容不得大家开玩笑？其实这个林语堂幽默大师他在他的这个书本里面讲出这个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看这个林语堂先生这本这个生活的艺术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幽默。他的幽默指出来就是说，幽默其实它是含有一个这个逻辑合理性、智慧的这个通达性，所以呢，他会辨别逻辑不通、愚笨跟这些一些矛盾的这些现象能够加以这个指出来所以这是幽默一个很正面的力量。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笑幽默从历史上看过来，并不是完全一直是正面的。那么过去在威权体制之下呢，很多这个笑幽默是用嘲笑这个别人呢，来好像提升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让人搞笑那么这种当中，它有一些这个反文明反平等有这种黑暗面所以在像希腊的这个从古时候就有很注重喜剧你看希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喜剧的这个作家叫这个阿里斯托芬他这个重要的著作大家还可以买到这2000多年的著作不容易那么阿里斯托芬呢，跟当时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是好朋友。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都曾经指出了幽默的黑暗面就是用嘲笑别人凸显自己优越感来取笑那事实上，这个今天这个幽默的黑暗面在很多社会还存在的像大陆这个中国大陆喜剧的表现的方式其实都有一种阴暗的感觉为什么呢？他不敢对这个政治的不管为政治人物会社会的提出这个好像讽刺，怎么办呢？都用贬低别人、自贬这个来达成这个效果的要求事实上，这个比方说这个赵本山他是很红的，不过以前呢，时常嘲笑残疾的人不幸的人所以表现出一些这个幽默的黑暗面那我们现在也看大陆很多现在的效果文化，很多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演员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嘲笑自己、贬低自己，甚至呢把自己的家人这个爷爷奶奶这个父母亲戚兄弟都拿来这个嘲笑
啊，因为他不敢嘲笑社会，不敢嘲笑公共议题，只敢嘲笑自己啊，来取笑自己，来娱乐别人。所以很多东西当然是有它的效果，可是呢，这也说暴露了一些幽默的黑暗面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幽默呀，也不能不注意哈，要发挥幽默的阳光面啊，也就是理性、逻辑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幽默的黑暗面啊，不要去嘲讽不幸，嘲讽残疾啊，要注意这些啊。另外，有关于幽默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笑话，有人讲出来很好笑，有人讲的不好笑，它技巧在什么地方呢？技巧就是说，它这个要很机智，因为有些这个笑点呢，你拖得太长，那么人家就感觉这个转折的力道不够，所以幽默跟机智啊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幽默跟思想简朴啊也有关联。所以思想简朴就是说呢，对什么事情啊，能够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呢，幽默你基本上有时候像写诗一样，多一个字啊就不行，太少了没有交代清楚，多了之后那个转折性啊消失了啊。所以这个讲笑话这个技巧也很重要的啊。那么比方说，我有一年啊在美国出差啊，那么叫 Indianapolis 啊，那么吃过早饭一看，哎，怎么对面有个古董店？我说这个美国怎么会有古董店呢？是不是？我跑去看看，哦，他说卖的是印第安古董。那我就问了老板说：“你这个印第安古董有多少年呢？”他说：“这个最老大概80年左右。”啊，我说80年在中国文化里面啊算不上古董的啊。中国人讲古董起码200-300年，对不对？那么这个国内老板很有意思，他说：“哦，很好，你下辈子再来请你来参观啊。”那这个当场讲下来，其实蛮好笑的，是吧？可是你不能说这个当时没有讲笑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打电话到旅馆说：“哎，曹先生，我刚刚想，应该跟你讲，你下辈子再来我们这店参观。”哈，他这时间一拖啊，就没效果了，是吧？所以这个说笑话机智也是个关键。好，今天呢，我想讲这个幽默跟笑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以后呢，我会设法呢找很多的幽默大师、笑匠，比如像许孝顺这样的人呢，到节目里面来，大家一起谈谈这个幽默跟笑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